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聊一个很温柔，但其实力量非常强大的方法，来培养我们孩子的自律。这个方法不是靠更多的规矩，而是从一个很简单，但我们常常忽略的起点开始，那就是学习感觉自己。身为爸爸妈妈的你，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？就是啊，你越是提醒孩子一件事，他好像，就越听不进去，越做不到。你越是规定他好像就越不想遵守。哇，这种我们大人的提醒跟孩子实际行动之间的鸿沟，真的会让人觉得好无力、好挫折，对不对？但你猜怎么着？这背后的原因啊，可能跟我们一直以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哦。问题可能不是出在孩子不听话，而是有更深层的东西还没有被唤醒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一起来看几个重点。我们会先聊聊不断提醒的困境，然后重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律。接着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觉察刹车，还有一个保证你家孩子会很喜欢的有趣练习，叫做外星人五感散步。而且啊，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因为我会分享一个真的可以马上带回家跟你孩子一起做的温柔练习，可能会为你们带来很棒的改变。那我们就从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开始聊起吧。到底我们口中的自律是什么意思？他的答案可能真的会颠覆你的想象哦。以前啊，我们大部分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可能都会觉得所谓的自律就是一种控制的力量，对吧？就是孩子有没有办法去管好他自己的行为，管好他的冲动跟欲望。不过呢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，从现在很流行的正面，甚至是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自律真正的源头其实不是来自于控制哦，而是来自于觉察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孩子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感觉到自己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可能会想，感觉听起来好抽象哦，其实一点也不。这些内在的讯号都超级具体的。比方说吃饭的时候，能不能感觉到肚子饱了？玩得很疯的时候，能不能注意到我的眼睛好像有点累了？或者是在生气的时候，能不能察觉到自己的心跳突然砰砰砰跳得好快，拳头也偷偷握紧了？这些通通都是觉察力的表现。所以你看，关键点就出来了。当一个孩子他开始能够注意到这些身体给他的小讯号的时候，他的大脑就像是从一个自动驾驶的模式，咔一声切换到一个手动驾驶，也就是有意识的模式。真正的自律就是从这个转换点开始萌芽的，不是因为你规定他，而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了。好，我知道这个概念可能还是有点抽象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用一个比喻，你马上就会懂了。你可以把这个觉察力想象成一个非常温柔的刹车，它能帮助孩子从纯粹的惯性反应转变为有意识的回应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孩子的某个行为，比如说他很冲动的跑来跑去，就像是一台正在冲下坡的脚踏车，速度越来越快。那以前我们都怎么做？我们可能就像站在很远的地方，对着他大吼：喂，停下来，不要再跑了，对吧？但效果通常都不太好。那新的方式是什么呢？这个觉察就像是我们过去轻轻的、温柔的帮他按了一下刹车，不是要让他紧急刹停摔倒，只是让他速度稍微慢下来，给他一个空档去感觉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身体是什么感觉。可是说真的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要培养孩子的觉察力，真的越来越有挑战了。你看，现在有这么多的荧幕时间，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，然后那种可以让孩子尽情去摸、去闻、去感受的感官游戏也越来越少。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，让孩子跟自己的感觉越来越疏远。所以看到这里，你应该也发现了，真正的解方或许真的不是在增加更多的规矩或提醒，而是带回更多的感觉。好，那说了这么多，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个超级简单，而且保证你家孩子会很喜欢的练习，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打开五感，建立觉察力哦。这个练习的名字很可爱，叫做外星人五感散步，玩法超级简单。下一次你跟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，就可以蹲下来，用悄悄话跟他说：
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我们假装是今天才刚刚降落到地球的外星人，然后呢，就用一个外星人充满好奇的眼光，单纯的用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皮肤去探索这个陌生的星球。在散步的路上啊，你们可以一起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问一些问题，比方说，外星人，你看到了什么颜色啊？嘘，你听听看，这里有什么声音？你闻闻看，空气里是什么味道？甚至是，你感觉看看，脚踩在地上的感觉是什么样子？风吹到你脸上的感觉又是什么感觉啊？这边要提醒一下哦，这个练习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，重点从来都不是孩子给你的答案，重点是那个感觉的过程，他有没有真的去看、去听、去闻？我们不是在考试，我们是在体验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当你放下那个教导的角色，只是跟他一起专注在感觉上面时，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你会好像第一次认识你的孩子一样，你会发现，哇，原来他平常都有在观察这些小细节，只是我们的生活步调太快了，快到我们都没机会听他说而已。好，那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部分，这就是这礼拜你可以立刻开始做的一个温柔小练习，一个能带来改变的微小行动。这礼拜你的任务很简单，试试看跟孩子玩个3次外星人无感散步，不用太久，真的每次10分钟就非常足够了。然后过程中，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心法，不要教导，不要纠正，也不要去解释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只是单纯地陪他一起感觉。就这样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一起回到我们一开始聊的那个问题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件你最近一直提醒，但孩子好像永远都做不到的那件事。听完今天的分享，你有没有一个新的想法？也许孩子缺的真的不是我们更多的提醒，也许他只是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安静的片刻，去感觉到自己而已。因为当一个孩子的觉察力，这个内在的雷达被唤醒的时候，自律就再也不是一个需要从外面去要求、去规定的东西了。它会像一颗种子一样，从他心里自己慢慢的、健康地长出来。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到这里，我们是 N 亲子书房练习曲。如果你真的带你家的小宝贝去做了这个练习，我们非常期待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的小外星人到底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新鲜事呢？期待看到你们的分享哦。